型太奇怪了吧？哎呀，你看不懂就对了啦，看不懂的呢才叫做时尚。时装周呢是时尚的年度盛事，也是时尚人士和 KOL 的兵家必争之地。各路人马使出了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博得相机关注。而且专业的时尚评论家，像是美国版 Vogue 的主编 Anna Wintour 等人呢，都会出现在时装周。如果受到了他们的肯定，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不过啊，一般的人看到时装周伸展台的秀服，还是会觉得说，确定吗？真的吗？真的会有人穿吗？前面我不见，有你的选择权。大家好，我是西西呀。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究竟时装周伸展台上面看不懂的秀背后有什么意义呢？而你只知道明星和 KOL 常常抛出了看秀的贴文，但是你知道一年到底有几场时装周吗？而作为时尚秀中的 TOP 高定时装周，有什么不可错过的看点呢？时尚就是要颠覆世人的想象。但其实设计师呢，在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设计背后，蕴藏了品牌想要传递的含义。今天我们就帮大家分成3个 level 来盘点一下这些脑洞大开的设计。像是 Beyoncé Sweet Dream MV 的服装，还有 IM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表演服，都是 Muller 操刀设计的。Kim Kardashian 也在年度时尚大典 Met Gala 上面选择穿了 Muller 的服装。而 Muller 之所以可以吸引到这些明星在重要场合穿着呢，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剪裁造型都让人家耳目一新，每次穿出来呢都是话题的焦点。2023的春夏高定秀服用的多是皮革和蕾丝，有异材质的拼接，也有皮革马甲。不对称的造型设计或是蕾丝托服，其实是想要打破就是性感服饰的定义，不着重在胸部、屁股，更是强调了腰间、大腿还有肩颈的线条，延续身体的概念。再来要看的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品牌 Schiaparelli。开头出现的兽头呢，其实就是这个品牌2023的设计。而你知道它的创办人到底有多狂吗？ Elsa Schiaparelli 在60到70年代可是被 Coco Chanel 视为敌人。风格截然不同的2个人呢，有那种一山不容二虎的火药味。据说如果当时2个人要去那个聚集很多艺术家的酒吧， Schiaparelli 会从前门进去， Chanel 会走后门。而当时 Schiaparelli 的名气跟才华风靡了整个 Paris。许多的艺术家都是 Schiaparelli 的好朋友，像是毕卡索啊、达利啊，这些人呢还以 Schiaparelli 为首组成的艺术家帮派，叫做夏派。而当中跟他关系最好的呢，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达利，2个人常常一起谈论哲学、艺术等等。Schiaparelli 呢也常常把达利的想象变成时装。回到伸展台上面呢，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这颗超大的兽头，半身大的狮子头做的超级逼真，连 Kylie Jenner 也抢先在秀场上面穿上。但是就是这几颗兽头引起了争议，毕竟在这个讲究人道主义的时代，连你穿皮草都会被挞伐了，更何况是一颗兽头。网络上甚至有人做了各种恶搞的图片来批评这场秀，掩盖了背后的意义。这场秀的创作概念其实来自于但丁的神曲《地狱》。现任的品牌设计师 Roseberry 将自己坐在设计桌前面苦思创作的心情比喻为了诗中的主角前往地狱中所感受到的不安，传达想远离已经感到熟悉与舒适的事物，选择让人感到恐惧却新鲜的东西，打造出地狱的氛围。狼、狮子、雪豹分别象征着但丁诗中的肉欲、傲慢和贪婪。在故事中呢，地狱中友善的巨人也在秀场中现身，模特儿的头上顶着手工锻造的铜制巨人头，也为大秀带来了戏剧效果。只要看过一次呢，应该就忘不了这款设计。Victor and Rolf 就是要一不惊人死不休。这2位来自荷兰的超现实主义设计师，在荷兰创立品牌后的第3年，就因为不满时装界的排程，在街头张贴了宣传单来抗议，用罢工行动传达了自己的理念。
伴随着两个人的品牌走上了伸展台，呼吁自己理念的舞台呢，也跟着高大上。服装秀中让人看过就无法忘记的设计，让这个90后的品牌占据了时装周的版面，也成功把自己想说的话传递得更远。在这场秀中呢，礼服被用极度不合理的方式放在了模特儿的身上，或是裁切成奇怪的形状。品牌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唤起人们对20世纪中期时装黄金年代的回忆。除了吸引目光焦点的前卫时尚和 KOL 的街拍大片，2023的高定时装周作为最高级别的时尚殿堂，看秀时呢，就像在看一出精彩的剧，从服装到场景都是艺术的呈现。来到巴黎，看到巴黎铁塔、香榭大道，当然还有毛呢外套。2023 Chanel 的时装系列发想是来源自 Chanel 女士位于康朋街31号的公寓。创意总监 Virginie 从一系列的物品雕塑和图画中找到了灵感，元素包含了狮子、雄鹿、鸟类和骆驼。而说到 Chanel 的秀，除了伸展台上面的服装之外，每一次 T 台的设计呢，也都会给观众惊喜。今年的秀场上呢，秀场设计师在 T 台上用了木头纸板和纸制作了11只动物，一开始让模特儿躲藏在这些动物里面，再打开来让他们逃脱。二战后的 New Look 让 Dior 站稳了时尚圈的顶级品牌，但是每年推出的新款式还是不断的突破风格。今年 Dior 的灵感来源呢，来自于出生于美国的非裔法国歌手和舞者 Jeffrey Baker， 而他所代表的呢，就是20年代的巴黎浮华和魅力。Baker 也是创办人 Christian Dior 的密友和慕斯女神，也是该品牌当时的顶级客户之一。它体现了那些年的现代性、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超越，还有文化融合的经历。当然啦，还有它充满活力的歌舞表演。它独特的歌舞风格风靡了20年代，品牌将这个精神融入了其中的设计，其中包括了流苏连衣裙、天鹅绒礼服、缎面紧身连衣裤搭配长袍。迪奥的秀场呢，是由13件巨型艺术品组装而成。Fendi 的艺术总监 Kim Janus 说，这一季我想要专注在技术和工艺，以及轻盈流畅的态度。是的，这一季 Fendi 伸展台上面呢，出现的就是精美细致的半透明和透明连衣裙。这个系列啊，还是一个从内心世界走出来到外界的象征，不只是比喻而已哦。这个系列呢，也有一种内衣变成晚礼服的感觉。在这个系列中 ，Valentino 将时装和夜店这两个冲突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设计师运用了大量的跑趴服装元素，像是亮片小短裤啊、透明连衣裙和上衣、燕尾服风格的设计，还有大量的羽毛。至于为什么会想要把时装和夜店给融合呢？设计师说：“我希望唤起人们对打扮最纯粹的乐趣。”其实时装周并没有离我们这么远，全球世界各地都有举办时装周，像是台北、东京、首尔也都有时装周。但是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呢，还是在巴黎、米兰、纽约和伦敦的时装周。而每年的时装周总共分成了6档。以这个时间轴来区分呢，大家最熟悉的春夏和秋冬时装周，分别会在每年的2到3月和9到10月举行。对，你没有看错。2月、3月举办的呢，就是秋冬时装周；9月和10月呢，是隔年的春夏时装周。发表6个月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店内买到了。虽然现在某些品牌也推出了即看即买，但是大部分的品牌呢，还是会让消费者等6个月。所以为了填补中间的空白期，每年5到6月会发布早春时装秀，以及12月到1月会发布早秋时装秀。其实呢，最早开始呢，就是由鼎鼎大名的 Chanel 女士发起的，为的呢，就是让那些在冬天去热带岛屿度假的贵妇有新衣服可以穿。最后呢，就是时尚设计中最高级别，在每年1月和7月举办的高级定制时装周，一直以来呢，都是以极高的标准的象征。除了需要是巴黎高级定制服工会的一员，还必须要在巴黎设有工坊，15名以上的工坊专业人士，每季至少要发表35套衣服。只有不到15个品牌可以参加，像是 Chanel、Christian Dior、Givenchy 等等的。而高定时装周，我们看的不是衣服，是艺术。但
原本时装周是为了向全球媒体还有买手推广设计和品牌作品，但是近年时装周不只是品牌曝光和诉求理念的舞台，更成为了 KOL 街拍抢曝光的热点。各种浮夸前卫的打扮样样来，像 Doja Cat 的光头红宝石造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整个头到肩膀都贴满了红宝石，身穿红色礼服，连 Schiaparelli 的设计师都抢着和他合照 po 上了 IG。但真的只有高人气的 KOL 或是明星才可以在时装周抢进吗？有个高挑的非裔女性呢，她就做了一个实验，在时装周期间呢，她穿着从路边摊买来的廉价服装，但是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搭配，例如绿色的连身泳衣加上紫色的地毯，然后再戴一顶毛帽子，成功的从路人变成明星了呢，吸引了一大堆的摄影师街拍，还有路人要求要跟他合照，以为他是真人秀的演员。而另外一套呢，则是碎花洋装加上飞行外套，头上披个像窗帘一样的蕾丝围巾，手上还拉了一台买菜车。这么不合理的穿着依然吸引了摄影师的抢拍，还有摄影师问他说：“这一套服装是什么风格啊？”他随口呢就创造了一个时尚单词 Instagram 时尚奶奶风。与龙共舞中呢，有个很经典的片段，贵妇在参加晚宴时被一只龙虾夹在胸前，为了不要出糗，他就说这个是设计师 Sit Down Priest 设计的龙虾装。但是你知道吗？在时尚圈呢，龙虾真的常常登上伸展台。最早呢，就是时尚设计师 Schiaparelli 和达利合作，把龙虾印在晚礼服上。蔡依林、Lady Gaga、Anna Wintour 都真的穿过龙虾装，可见浮夸搞怪更能够吸引眼球和创造话题。如果看不懂呢，那就真的是我们的问题了。时尚圈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必须要学会欣赏别人的新颖前卫想法，但是又不能够抄，也不能够复制贴上，必须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大家还想要看其他时装周的介绍吗？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都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吧。去你的 news， 我是西西亚。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哦，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我们下次见喽，拜拜。